赶快把他弄醒。是。这是哪儿啊？这是断头台，送你归西的地方。啊？可我明明记得是晚上啊，怎么一下子又到了白天啊？你少装模作样。姑父，我好饿，能不能给我一个馒头吃啊？都到了断头台上，还想吃馒头？你真的不怕死吗？我怕，但是我更怕饿。你是真怕吗？那你为什么面不改色？我怕得要死，可是我觉得有姑父在，我不会命丧于此啊。寡人若是执意要杀你呢？那姑父难道就不想等等颜婉姐姐吗？也许她有要事要禀告，这下毒之人并非是我呢。你想拖延？没有，我怎么敢拖延着不去死呢？我只是不想让姑父后悔。好一个后悔！寡人倒想看看，寡人让你死，谁能让你活？主上，馒头来了。给他吃。好香啊！吃完了这个馒头，你就好好走吧。圣旨到！圣旨到，带请先生。黄工人辛苦了，请到后面喝茶休息。多谢大主宰。大冢宰，下毒案另有隐情，黄工人还没宣旨呢。皇上圣旨是这么说的，皇上分明是让寡人不要徇私舞弊，认真监刑。何必多事？皇上的旨意，大冢宰必然了若指掌。是。黄工人，请。请。袁清所，你可认命吗？就连皇上都改变不了姑父的想法，我只有认命。只要姑父不后悔，我死而无怨。刀下留人，撤！兄长，请看在小弟的薄面上，将青所从轻处罚。怎么个从轻处罚？小弟以后会把青所仔细看管起来，让他交代出幕后指使。哦，原来他有幕后指使吗？我知道你心疼他。人嘛，为兄不会亏待你的。石真刀，提醒！兄长。案情有新的发现，这是证据。很好，找到真正的凶犯了。主上，正是他。给大冢宰府下毒的是他，给高长恭通风报信的也是他。主上，证据确凿，此人已在上面亲自画押。砍了！救命！夫人，陛下，我这是在哪里啊？这是大司空府。夫人，你总算醒了。大司空府？这么说我没死，我还活着。
夫人福大命大，死不了的。哦，对了，皇上得知夫人被我无罪释放，派人送了好多滋补佳品过来。当时夫人还在睡着，连恩都没谢呢。没想到皇上这么关心我，当时还下圣旨免我一死。是啊，我们下人都说呢，皇上真是个好皇上。啊，夫人，您都醉了一整天了。我明明是装醉的，没想到居然真的醉了。凭我的酒量，不至于啊！哼，一定是那个严婉不知道给我喝了什么东西。幸好不是毒酒。哎，对了，陛下，这府里是不是有一间放杂物的屋子，里面有一些破椅子、烂盘子之类的？有啊，就在后院。带我去。哎，夫人，您可不能去。为什么？那个，主上怕夫人闯祸，就把门窗都给锁了，只有主上有钥匙。主上不允许，夫人不能出去。哎，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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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邕，宇文邕，宇文邕，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啊！夫人，夫人，小心手。没事吧？主上，皇宫那边已经传消息过去，想必皇上会放心了。大钟在府那边呢？没有动静。没有动静。没有动静就是最大的动静。连日来，皇上屡次驳回大冢宰的朝政建议，又在大冢宰要出斩袁清所的时候下旨相救。想必此时，大冢宰肚子里一定窝了不少的火。你安排下去，全府上下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是。主上，夫人已经醒了，说要见你。告诉她我没空。她说见不到主上就不肯吃东西。宇文邕，当心手啊！放我出去！放我！你疯了吗？主上，出去！我是疯了。你要再这么闯祸闯下去，你会连累我，连累。没想到你这么怕死啊！从今天开始，你就乖乖给我待在这个房间里，没有我的允许，哪儿都不许去。你以为一把锁就能锁住我吗？那怎么样才能锁住你？用这个。这个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这个怎么会在我这儿？这是你下毒的罪证，是你自己承认的。可大冢宰翻手云覆手雨，免去了你的死罪，反将罪证交到我的手里，让我好好照顾你。袁清所，这大司空府已经与你脱不开干系了，你就是大司空府里的灾星。你还我！你还我！啊！你敢！这个东西对于你就那么重要，你就那么喜欢它？重不重要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说的那个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更何况在牢里，我已跟你说得很清楚，我袁清所与你宇文邕早已恩断义绝，你根本没必要去大冢宰主上面前替我求情。好，好，既然恩断义绝，那你我之间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是我的一个囚犯，我会把你看得牢牢的，别再想找到任何犯错的机会。陛下，是主上，给我看好了他。要是他敢跑了或者不听话，你的这条小命就别想要了。是主上。宇文邕，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会乖乖听你的话，我就是你府里的灾星又如何？你早晚都会放我出去的。夫人，陛下求救
您了，你就别再跟主上吵了。陛下，如果你们要让我听话，也很容易。你去找人，帮我买些东西。夫人需要什么？你确实是在大司空府的杂物间找到这个东西的？是，婉儿不敢撒谎。看来这个局没有白费。叶婉，你是功臣。婉儿不敢，我只是觉得这块布质地非常，绣工怪异，所以才上报给大冢宰。这是突厥的贡品。突厥的贡品？前朝大统11年，叔父位尊大冢宰，遣使与突厥通好。第2年，突厥可汗向前朝进贡，其中就有这块织物。据说是用树皮制成的，具有驱虫之功效，放置书画典籍上，累年不会被书虫所扰。可惜前朝皇帝并不感兴趣，又知道宇文邕喜欢收集古画典籍，所以就赏给了宇文邕。太好了，元清所真的是想起了什么，否则他也不会知道这宝贝的藏匿地点。这么珍贵的宝贝竟然被抛弃在杂物间，真是可惜了。可惜的不是这块突厥贡品，而是这个盒子。盒子？端木氏族徽。这个盒子便是盛放镇魂珠的盒子。主上的意思是，镇魂珠果然在大司空府出现过。元君所知道这盒子在哪里，现在盒子在，但镇魂珠不在，足以证明元清所拿到过镇魂珠。燕婉，我看你的心愿暂时是达不成了，元清所只怕还要活上一阵子。主上哪里话，只要是为了大冢宰好，婉儿在所不惜。我当时还觉得事态严重，无法转圜，众目睽睽之下，元清所的罪名既定，性命怕是保不住了。没想到大冢宰早就准备好了后手，事先绑好了待死的囚犯来抵罪。后手还在后面。怎么还不来？这个死宇文邕，不知道一天在忙些什么。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整天无所事事。我可是大周朝的大司空。大司空，说吧，让人请我来，什么事？大司空，我给大司空准备了一份礼物。把他们弄走！哼，只要能偷到一匹马，就不会再做人质，就能跑回去了，去找爹和娘。哼！死活！阿虎上！来人呐！来人！宇文邕，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呀！元清所你，来人！把他们弄走！来了！陛下，快把这些狗给我弄走！主上，您在床上做什么？你们家主上嫌自己个子长得矮，是在床上装巨人呢。陛下，快把他们弄走！哎，宇文邕，你不会是怕这几只小狗吧？
我怕狗？谁说我怕了？哦，那你不怕？来，小狗狗，来吧，去找你们的主上玩吧，来。陛下，还不拦住他！你把他给奴婢吧。陛下，我跟大司空玩游戏呢，退下。大司空，你不是不怕狗吗？小狗狗，我们跟大司空玩啊，来啊！主上，陛下不知道主上。主上，请治罪。为何治你的罪？属下楚林溪办事不力，碧香是新来的丫头，不知道咱们府中的禁忌。禁忌？什么禁忌呀？啊，不过是你们堂堂大司空怕狗罢了，还是那么小的狗。哎，这狗是我叫陛下买的，你们成天把我锁在房间里，寂寞又无聊，难不成连养只狗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元清所，这是本司空的大司空府。话是你说的，我是大司空府的灾星，自然要弄得整个大司空府都鸡犬不宁。不然的话，你承认自己怕狗就行，只要你不怕传出去被笑话。元清所，你适可而止。要么放我走，要么留下他们，你自己选。来人！主上，碧香怂恿主子作乱，给我拖出去，重打20大板。主上，主上，属下甘愿替碧香受罚。一人做事一人当，还不把碧香给我拖出去？主上饶主上，主上饶命！宇文邕，等等。要你把那些东西给我送出去，要打碧香20大板，你自己选。把他们送走。反正我有的是办法，只要不放我走，我就不让你们过安生日子。也许有一天，我会把你的丑事全都写在书上。要说这镇魂珠就是威力巨大，大冢仔一说要处斩元清所，4大护法全都到齐了。何止4大护法到齐？你没看见，连皇上的圣旨都已经到了吗？是啊，就连皇上都惊动了。这个元清所哪来这么大魅力？不止这些，藏在百姓中间那些人，只是相互牵制，不到最后时刻绝不出手。这镇魂珠，谁不想要啊？还是师傅心思缜密，只是出了一个小小的计策，就逼元清所想起了从前。婉儿，你想的太过简单了。元清所那丫头看上去单纯可欺，可是这个丫头骨子里可是硬得很呢。她只告诉你那块布藏在什么地方，就是个例子。哼，再硬还能硬得过宇文邕吗？现在宇文邕把她锁在房里，想逃也逃不了。一个弱女子，哼，我看她能坚持多久。婉儿，你就这么着急嫁进大司空府？师傅，你笑话婉儿？那就是不着急了。师傅。好了，师傅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了。多谢师傅。用不着谢我。这件事情还不用为师出面，大冢宰府就会有所动静了。大冢宰会有所动静？不是，不是大冢宰，是大冢宰夫人先动。
竟然把人害到了这个地步。若不让他死了心，这辈子都不可能得到安宁。夫人，大冢仔来看你来了。哦，进来。夫君，夫人，病可好些了？好多了，多谢夫君惦记。也难怪你心痛，你就这么一个侄女。妾身心疼夫君。青所不懂事，夫君白白将她安置进大司空府。没有，在寡人看来，青所倒是争气得很。夫君的意思是，一个弱女子上了一次断头台，能活下来已属不易，想必她此时惊吓交集，境况还不如失忆之时。你就不想去探望她吗？妾身自然想去。来人，备车辇。是。参见嫂夫人，青所危恙在身，不能前来迎接嫂夫人，请恕罪。我侄女就是多灾多难，可请太医看过。太医说是受了惊吓，青所原本是有这病根的，不过嫂夫人来了，替青所宽宽心，自是比太医的药方管用。嫂夫人请。好。好好吃。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这点心真好吃。这孩子，吃东西慢慢吃，不要着急。还想吃什么点心的话，给姑母捎信便是。捎信？姑母，我可是被关在这个屋子里，哪也不能去。我怎么捎信给姑母？小声点儿，傻孩子。要不是四弟苦苦求情，你哪能在断头台上安然无恙地回到大司空府？你真是不小心，居然会被小人陷害。这次可真是吓死姑母了，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姑母，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可姑父也真是的，他偏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个无尘道士。我真是百口莫辩。我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姑母了。乖孩子，委屈你了。你姑父做事一向决绝，他肯在断头台上留下你，必定事出有因。是因为那个梦。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找到一颗珠子四处乱飞。你记得是在哪儿吗？还有，身边可有其他人？姑母，你也想要这颗珠子啊？哪里，是你姑父。姑母也是想办法救你。如果找不到那个镇魂珠的话，再说，四弟为了你的安全不放你出去，只怕你这辈子要被四弟关在这里了。不，我可不要，我可不想被关在这里一辈子。那后来呢？你找到镇魂珠了吗？其实我也不确定那就是镇魂珠。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严婉，姑父就把我放出来了。姑母，你说这梦是不是奇怪得很？是有些奇怪。你当真就想不起别的来了吗？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青锁，你就别想太多了。
还是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养养身体。近日，你姑父应该不会把心思放在你身上，那些齐国人够他烦一阵子的。齐国人？是啊，有探子在长安城东郊外的树林里发现有人进出，好像是齐国人。唉，不知道是不是周齐又要交战了。就算周齐交战，也应该在周齐边境才对。那齐国人为什么会在长安城东郊呢？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你姑父说，好像那些人在等什么人来接头，又或者是长安城加强了防范，一时到不了城里来，所以在城外游荡，寻找机会。那姑父可有派人去围剿？你姑父在与属下商议计策呢，准备将他们一网成擒。据我所知，今明2日或可没有行动。我想后日指定会派兵前往。哦，青锁啊，你还是好好待在大司空府里吧，姑母改日再来看你。啊，青锁恭送姑母。看来殿下是要来接我了。那上次他不赴约，就不是真心的。殿下马上就要来接我了。不好，这长安城防守这么严密，宇文护还要围剿东郊树林。我要想办法出去，告诉殿下，告诉殿下这有危险。哎，你说，姑母这会儿已经回到大冢宰府了吧？想什么呢？1个多时辰，出城都绰绰有余了。我只是关心而已嘛。今天我看到姑母那么憔悴，一定是为我担忧过度。不如明天你陪我回大冢宰府探望姑母啊，略尽孝心。想出去？我哪有？你把这个屋里弄得这么严，我飞也飞不出去啊！真看不出来，你跟嫂夫人还真是姑侄情深呢。是啊，哪像大司空你啊，这般薄情寡义之人，竟然也能看出别人的感情有多深。像你这种木头脑子，才不解风情吧？我可不敢跟大司空比。大司空的府里面这么多美艳的女子，风情万种，还有一个投怀送抱的颜婉。唉，想想你也挺可怜的，被困在大司空府，哪里都不能去。也不知道你的心上人身边又有多少投怀送抱、风情万种的呢？你，天晚了，我先睡了。天确实晚了。你做什么？睡觉啊！天色这么晚了。你去别地儿睡，或者你去其他房间睡吗？哎，笑话，这是我的床。那我可以去别的房间睡，我不挑剔的，任何一个房间都可以。想去你去啊。你锁着门呢，我怎么去啊？狡猾，想开门出去，想逃跑，想去见你的心上人。我哪有？我只是不想跟你待在一个屋子里。你可以把我锁在别的屋子里吗？不行，万一你逃跑怎么办？我说你才是木头脑袋呢。我一个弱女子，你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往哪儿跑啊？信不过你。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哎，
好了，别生气了，床这么大，我们一起睡嘛。你干嘛？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想站你就站着吧。来，你说万一我要是天天想在这里睡，那你岂不是要站上一辈子？难道你就不想让我出去找镇魂珠吗？袁清锁，不管你有没有想起从前，你现在都只是我的囚犯，跟镇魂珠无关。给我下来！哎，要站你站着吧，本司空要睡觉。你，参见主上。你脸怎么了？我奴婢今早去烧水的时候，不小心差点点燃了。以后小心些。嗯。我不在府内，这钥匙交给你保管了。记住，还是一步不许踏出房门。是，奴婢一定看好夫人。夫人，该洗漱了。夫人，您可别动逃跑的心思。陛下这脑袋本来就架得不稳，要是夫人逃走了，主上非杀了奴婢不可。这宇文邕呢？主上一早就上朝去了，这钥匙就在奴婢手里。夫人，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哎，你的脸怎么了？还说呢，奴婢一早到厨房烧水，不晓得哪个将柴火乱放，陛下一不小心险些将厨房引燃，吓得奴婢一阵乱扑，好不容易才把火势都给熄灭了。夫人，这屋里的火烛你可千万要小心。哎，陛下，我想吃桂花砂糖糕了。啊，这么早就想吃桂花砂糖糕了？恐怕厨房还没做呢。那你先去看看呀。哎，顺便把你这脸给洗了啊。哎呀，你有钥匙，我被关在里面，我哪能跑得了啊？夫人，去吧，去吧，去吧啊！去。做饭的吧？救命啊！来人呐！着火了！着火了！怎么办？真的着火了！救命啊！着火了！喂，有没有人啊？可主上说不准放夫人出来，没有主上允许，夫人不可以随意踏出卧室。夫人，快救我！
怎么了？怎么了？失火了！夫人呢？夫人刚才还在这儿呢。夫人，夫人，过来啊！嘘，乖乖的，别出声。我带你去找殿下。说是在东郊树林，可是东郊这么大，我该到哪里去找殿下呢？青锁姑娘，别来无恙啊！殿下，母亲来了。是。是你，你是兰陵王的属下，我见过你。青锁姑娘真是好眼力，末将奉殿下之命在这里等候姑娘。那兰陵王呢？我就知道他会来接我的。殿下不会来接你。怎么？殿下是有军情要事，还是他不在这里？那我们走，赶紧去找他。怎么，姑娘就这么急于见到殿下？可殿下只是命令末将在此等候姑娘，并没有命令末将带姑娘走。不可能啊！殿下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帮他救出俘虏，他就会带我离开这里。两国交锋，鱼龙混杂，姑娘怎么就知道当初殿下答应的就一定会兑现呢？不会的，殿下一定不会食言的。哎，你看，这个是殿下给我的信物，他说过，这是他最重要的东西，他一定会来找我的。那殿下救了兄弟之后，可曾回来接过姑娘？也许他有要事在身，啊不，兴许是那宇文护来势汹汹，痛下杀手，所以他要先护送被救的兄弟离开。他不是让你到这里来见我了吗？兰陵王就是兰陵王，天下的女人哪个能逃得出他的一颦一笑、片言之语呢？你说什么？青锁姑娘，末将索性就告诉姑娘，当初答应带姑娘离开，只是殿下的计策。如果没有姑娘相助，我等又怎么能如此顺利地救走我们的兄弟呢？我不信，你带我去找殿下，我要跟他说明白。不必了，殿下说了，见到姑娘只要把戒指带回去。至于姑娘，不必再见。不会的，不，这不可能啊！其实这种戒指在殿下府也不在少数，殿下无非是不想留下任何痕迹而已。末将来的时候，殿下吩咐了，如果姑娘执意不肯归还，那就把戒指送给姑娘。怎么，姑娘不想留下做个念想了吗？无信人的信物，绝情人的诺言，我袁青锁宁愿不要。好吧，姑娘慢走。做得好。夫人为何命在下对青锁姑娘说这些话呢？要是殿下知道了，长公不会知道。
长公还在昏迷不醒，要不是元清所纠缠，洛云怎么会被突厥兵捉去？长公又怎么会受了那么重的伤？我一定让元清所对长公死心。你先下去吧。是，夫人。撤！主上，是府里的马。看来东城门的守卫没有看错，分散找。是。这个元清所又给我惹麻烦。主上，有尸体。这。奇怪，快找！是，一定要把元清所给我找到。主上，那是尸体，立即交给大冢宰府。是。元清所。天空蓝色的雨，冷冷落在心里，梦中的身影冻结回忆，默默的守候只为你，盛开在悬崖的花，温热今生的牵挂。天大地大，竟然真的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却错过你年华，一样花的泪在心上不断强打，错过的我们要白了发，可惜复活的飞蛾，狂恋着火花，梦一场，爱恨秒成沙，模糊了初见时的模样。彼岸花的泪是我在尽头等待，或许此刻我只是需要一个依靠的怀抱而已。不管这个人是谁，也不管今后会怎么样。这一世让思念不相忘，这一世让思念不相忘。夫人，你醒了。陛下，这是哪里啊？回夫人，这是主上的新卧房。哦，辛苦你了。奴婢刚过来伺候，说不上辛苦。倒是主上在这守了一夜，刚刚离开，他才辛苦呢。是吗？是啊，要不是府上太乱，楚总管请主上去定夺那些被烧的藏品，主上恐怕还在这守着你呢。夫人饿了吧？我这就去厨房传膳。夫人想吃点什么？哦，对了，夫人最喜欢吃桂花砂糖糕了，我去准备一些吧。啊，不必了。夫人，身子可是自己的，您都折腾了一天一夜了，再不吃点东西，会饿坏了自己身体的。嗯，你说的也对。终于睡醒了啊，看来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主上。是。昨天到今天，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要先喝碗粥垫垫肚子。
也许我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这一碗温暖的粥。戒指已经还给了他，那个人，我将彻彻底底的忘记。这个四弟是越来越聪明了。婉儿不懂了，大司空为什么要把那个齐国人的尸体交给大冢宰府？还有，那个齐国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长安城东郊，只身一人？他是来做什么的？四弟不过是为了撇清关系，证明他只是偶遇，跟那齐国人并无任何瓜葛。至于那齐国人为何此时出现在长安城外，还真要着实的查探一番。大冢宰怀疑城内有与齐国人接头的细作，袁清所前脚逃走，接着城东郊就出现了齐国人，难不成这个细作就是袁清所？想知道吗？婉儿不敢，我只是替大冢宰着想。3天了，袁清所闹了一场，回到了大司空府。有人说，这3天袁清所和宇文邕如胶似漆，从没踏出大司空府半步。什么？大冢宰恕罪，婉儿急躁了。放心吧，你的心思，寡人知道。这样吧，你就替我跑一趟大司空府，就说寡人邀请他们俩来家宴。是，多谢大冢宰。多好的太阳！这么多天没见太阳了。你可以天天看到太阳。当心！你才当心呢！你是特别喜欢跌倒吗？如果你那么容易跌倒，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离开我才好。你扶我起来。哎，我问你，上次我去杂物间找寻宝贝的时候，你在哪里？杂物间找宝贝？杂物间哪有什么宝贝？据我所知，杂物间都是些破桌烂椅、不配套的碗碟，哪有什么宝贝啊？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大司空，人都说大司空与青锁妹妹如胶似漆，夫唱妇随。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夫君，这石上滑得很，你扶我下来吧。婉儿，你怎么来了？大司空是怕婉儿打扰了大司空和青锁妹妹的2人世界吗？怎么会呢？大司空与我每天都是2人世界，也不怕这一时半会儿的。妹妹放心，我不会打扰许久的。我只是奉大冢宰之命来邀请大司空和青锁妹妹明天去大冢宰府出席家宴。大司空好像还答应大冢宰要送他一幅字画。哦，记起来了。那我现在赶紧去准备一下，青锁。夫君放心去准备吧，我与婉儿姐姐几日不见，还有许多话要说呢。妹妹若是不怕我打扰了你们的2人世界，姐姐确实有些话想跟你说。大司空，你不介意吧？自然是不介意。你们聊。妹妹看起来脸色红润，身体康健，可不像是遭遇了火灾呀。唉，有夫君这样细心的照顾我，就算是小小走水也算不了什么。哎呦，姐姐倒是脸色蜡黄，身形疲惫。怎么？姐姐已经达到了目的，找到了宝贝，还救下了我。大冢宰没给姐姐赏赐吗？大冢宰是否赏赐我，与你无关。倒是你，是在炫耀大司空对你好是吗？我与大司空好与不好，这是家事，恐怕轮不到姐姐来过问吧。你别高兴得太早，大司空只不过是在利用你罢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离间之言吗？信不信由你。
妹妹可曾听说，在你出走那一日，大司空在长安城东郊发现了一具齐国人的尸体？齐国人的尸体？对，据勘察尸体的人说，那具尸体好像还是个军队里的人，打过不少的仗。大司空没跟妹妹说吗？那具尸体在哪里？在大冢仔那儿。大司空就是聪明，知道跟着妹妹就会有收获。你瞎说！妹妹忘了吗？大司空一直都把妹妹当作诱饵的，他对你好，不过是想让你引出隐藏在你背后的那些敌人，然后一一除掉。那么大的大司空府，那么多的侍卫，仅凭妹妹一把火，就能逃得出去吗？看来妹妹真的是中了大司空的计了。你怎么来了？不然呢？大司空以为我应该去哪儿？我以为你会趁机跑了呢。若是我跑了，你又怎么会放长线钓大鱼，将我身后的细作一一收网呢？你在说什么？大司空，你的戏真是演得炉火纯青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要准备给大冢仔的礼物，你就别添乱了。你自然是忙，忙着给你的诱饵制造假象，忙着去讨好大冢仔呢。袁清锁，你吃错什么药了？对，我就是吃了你大司空给我的迷魂药。你到底要说什么？我自始至终都只是你的诱饵，要不是我这个诱饵，你又怎么能找得到那些齐国的细作，然后把他们交给大冢仔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被我说中了吧？大司空为了留住我这个诱饵，让我乖乖的待在府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三番两次的救我，替我解围，看起来温柔善解人意。哼，难道你不累吗？我是说过你是诱饵，可是怎么了？你不解释，是因为被我说中了，你心虚。哼，反正我是知道的。大司空生性风流，惯用这样的手段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只可惜我袁清锁不吃这一套。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就给我出去！怎么，恼羞成怒了？我有什么可恼羞成怒的？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就省得我费力气了。大司空，请放心，我自会待在你大司空府里，陪你演完这出戏。会演就好，到了大冢仔府，给本司空好好演。这玉。跟紧我。参见大司空，青锁姑娘。主上已在后花园备酒宴，引报在此恭候多时。有劳尹侍卫了。哪里？大司空请，青锁姑娘请。
兄长，参见姑父。嫂夫人。来，坐。好。夜晚果然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就这一曲琴曲，足令大冢宰府绕梁3日，余音不绝。大冢宰过奖了，坐下吧。大司空跟妹妹是什么时候来的？婉儿倾心弹奏，竟然没有察觉，实在是失礼了。刚刚才到，夜晚的琴艺果然高超。你看，天空中的鸟儿都停留下来倾听呢。大司空对婉儿的夸奖，婉儿实不敢当。我知道大司空的琴技以真化境，不知道比我高出多少。只可惜妹妹现在忘记了过去，身无长技，大司空也只能孤琴难鸣罢了。怎么，夫君，你会弹琴呀？秦所，再这么说下去会被人笑话的。四弟可是大周朝的第一琴手啊！嫂夫人过奖了，小弟只不过是贪恋声色，不务正业罢了。唉，诗经上曾说夫妻好合如鼓琴瑟。婉儿以为妹妹跟大司空弹琴跳舞，日日笙歌，没想到妹妹连大司空的琴声都没听过啊！夫君，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啊！怕我想起从前会感到伤感，竟然连琴都不碰了。不过今天这正好有琴，不如你就给我弹奏一曲吧。就为我弹奏一曲吗？今日兄长专门为你我准备了家宴。等到回府，我再弹给你听。四弟，既然青所有这个要求，你又何必拒绝呢？家宴晚一会儿就是了。那小弟献丑了。妹妹，大司空弹奏的是蔡邕、蔡中郎的《蔡氏舞弄》中的绿水，意境悠扬，在音律上跳脱无拘。夫人，你这是做什么？你当真是小看了本司空。今日你嫁进了大司空府，
就来得走不得。四弟果然是音律奇才呀！兄长过奖了，小弟献丑了。要说四弟的琴艺，自当别无他论。倒是青锁的武技更胜从前了。妹妹，你果然想起从前了。也许是，也许不是。那到底是不是啊？除了舞蹈，是不是把别的事情也都想起来了？怎么，你那么想让我想起从前啊？难道从前我欠过你金银珠宝吗？那倒不是，我只是关心妹妹。婉儿，后面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想跟青锁话家常，等家宴后再说吧。是。这种逢场作戏、佯装恩爱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我的身世又要到哪里去找呢？我说过，没我的允许，不准离开我身边半步。我在跟你说话呢。怎么，怪我打断了你思念情人？既然知道，又何必来打扰我？我早该想到你是这种人，刚才还亲亲热热地拉着我的手臂，一口一个夫君，现在却为了别人在这里伤心出神。你还不是一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左右我不过是你的诱饵，你又在意这么多干什么？既然知道是诱饵，那就乖乖待在我身边，没事跳什么舞？你想告诉谁你想起了从前？你就不怕引火烧身？我想告诉谁，你心知肚明。原来是在逞强。如果我不逞强，怎么能让我的敌人心存顾虑，不会那么快下手再来害我？我知道，我的死活对你来说根本就无所谓。可是，这里是大冢宰府，就算你装模作样，也应该保我周全吧。更何况，在外人眼里，我可是你的人。如果对我下手，就是不给你面子，还有可能把你也拖下水。既然知道厉害，为什么还要锋芒毕露、莽撞行事？谁告诉你可以这样肆意妄为？你与其在这儿讽刺威逼我，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利用我这个诱饵，演出更多的戏作。怎么，知道逃不掉了，想用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吗？是又怎样？是就最好。我最喜欢这种欲迎还拒的女人。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喜欢就好。
姐姐，你怎么来了？我跟夫君刚才竟然都没察觉到呢。来了这么多次大冢宰府，竟然不知还有风景这么好的地方。大司空跟妹妹倒是看到了好风景，婉儿找遍了整个大冢宰府才找到你们。婉儿何苦亲自来找？叫个下人来找就是了。如果叫下人来找，那岂不是要错过这等美好的风景？那不是得不偿失了吗？是吧，婉儿姐姐？夫人找你，只怕是有提己话要跟你说呢。夫君，你曾经对我说过，你舍不得离开我身边一步。现在姑母来找我了，你说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玩笑而已，去吧。啊，那你也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琴只弹给我一个人听，话只说给我一个人知。你以后再也不会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这也是笑话吗？不是笑话。那我就去探望姑母了，姐姐再见。这个元清所到底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你姑父中了哪门子邪，一定要找到镇魂珠。我真不知道那镇魂珠究竟有什么好。姑母，你不必伤心，姑父一定会找到镇魂珠的。你姑父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的脾气越来越坏了，要是再找不到镇魂珠，只怕是会休了我，或者干脆杀了我。姑母，你不要担心，你与姑父伉俪多年，姑父不会伤害你的。你就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你连跳舞都想起来了？你再想想，新婚之夜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晕倒在新房里的？姑母，青所真的想不起来，刚才那个舞蹈就是突然从我脑海里蹦出来的。你姑父现在已经派人把大司空府里里外外都翻了好几遍了，还是没有找到镇魂珠半个影子。谣言都说是从你离府出走之后，镇魂珠就不见了，这看来也不一定是假的。你再想想，是不是有别的机会？做了什么？你到底把镇魂珠放到哪儿去了？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别的机会？我明明镇魂珠就是你拿到手的。啊，姑母，你怎么知道镇魂珠就在我手里？还是说，当时青所奉命去取的时候，你就在身旁？啊，我只是听你姑父说起的，八成是你办事不力，派人跟踪你。要是那样就好了，起码知道镇魂珠遗落在哪里，用不着现在这样费心费力，要用把我押上断头台的方法，让我想起从前了。那是你姑父冤枉你了。当时我也向你姑父求情，可是他偏偏要秉公办事，为此我还得了一场大病。我知道，姑母，我是2个月前才来到大冢宰府的。在这之前，您都一直在乡下雇人抚养我。那我想知道，您把我养在哪个乡下，在什么地方？如果我去了那儿，说不定就能找回记忆了呢。这个……怎么，姑母，你难道连青所从小在哪里长大都不肯告诉我吗？还是说，你跟姑父一样，害怕我逃走，就不会回来了？我只是怕你姑父生气，对你不利。也好，既然大家都不想让我离开长安城，那我就乖乖地待在长安城，再好好想一想，把所有的事情查个清楚。有轿子不坐，偏要走路，
你中哪门子邪啊？如果有选择，你愿意做星星，还是做风？怎么，诗性大发啊？回答我呀，是想做星星还是做风？我知道，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愿意做风。为什么？因为风可以穿墙过院、穿山过海去找他呀。反正我是发过誓了，没你的话，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后悔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猜？我猜你想做风。我可没有想看望的人。因为风可以风流啊。怎么，我说的不对吗？我想做星星。为什么？因为星星可以整夜都不眨眼睛，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哎，这星星也真是可怜，竟然跟你这种人攀上了关系。怎么，你甘当不眨眼的星星，是为了演晚？看来我还真是奢望了。一个连记忆和感恩都没有的人，怎么可能会明白我的心思呢？袁清所，记住你的誓言。休息够了吗？可以上轿了吗？哎呀，你拉我一把，快点！啊！碧香，把他扶进来。夫人，来。哎呦，哎呦，腿都坐麻了。小莲，小莲，陆羽，这些天你都衣不解带的照顾长工，这样下去不行。长工我来照顾，你先下去休息吧。表兄，你就准我在这儿吧。有我照顾长工，你还不放心吗？你再这么下去，表兄，现在我心里比死了还难过。长工都是因为我，所以才变成这样。表妹，不只是因为你，就算你没被突厥人抓去，我等势必也要跟突厥大军有一场大战。现在突厥叶护被杀，他的军队溃退回突厥境内，几年之内绝不会犯我边关。军人马革裹尸，长工受伤是值得的。不，长工是因为我才这样。长工不行，就算是累死，我也不会离开这里。小莲。